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中文你已经学了很久了，单词也背了，语法也学了，但是一听中国人说话就听不懂。很多人一说学语言，第一反应就是要找最地道的内容，但问题是太地道了，你一句都听不懂，那就没有用了。你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不适合学语言？是不是我记性不好？是不是我不够努力？但我想告诉你，可能不是你的问题，而是你一开始选择的内容不对，或者选择的老师不对。今天的视频，我想跟你聊一个非常重要，但经常被错误理解的概念——可理解性输入，以及我们到底应该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可理解性输入。Hello， 你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叫 Stella， 你们也可以叫我六六。在这里，我会用最地道的方式和你一起学习中文。你可能有过这样的体验，你在 YouTube 上搜 Comprehensible Input Chinese， 标题看起来很好，老师说话也不快，你也觉得自己能听得懂，但是看完视频之后，却发现好像没学到什么，很奇怪。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可理解性输入？我们平时看的这些视频，到底算不算是可理解性输入？如果我们在 Google 上搜索 Comprehensible Input， 会看到这样一个解释 ：Comprehensible input is an instructional technique in which teachers provide inputs that allow students to understand most, but not necessarily all, of the language。 说简单一点，就是老师给你的输入，大部分你能理解，但不需要全部理解。这个理论最早是 Stephen Krashen 说的。他认为 students are able to acquire new language when instruction is delivered in language just beyond the student's current level of proficiency。 这其实就是你现在的水平和你正在学习的东西的水平，这两个水平的不同差别不能很大，两个水平不能差的很多。听起来很简单，但在我们真正学习的时候，误区非常多。每次有人问我的职业是什么，我都会说我是一个中文老师，然后对方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哇，那你的英文一定很好。一开始我还会解释，教中文其实不应该用太多的英文，当然如果从零开始可以用一点，但是水平慢慢的提高，最好慢慢不用。然后他们就会一直问为什么，慢慢的我也不想解释了，我懒得解释了。很多人会觉得教学能力等于英语能力，这是完全错误的。一个语言老师确实英文一定要好，但不是因为要用英文上课，而是他可以更好的理解英文，或者是学生的母语和中文的关系。两种语言可能有逻辑的不同、文化的不同、习惯的不同，只有我们很熟悉英语，或者是学生的母语，我们才能更好的教中文。一个好的语言老师不是因为他的英文有多好，而是因为他知道怎么用你能听懂的中文来教你。我们来看第一个误区：可理解性输入和说话慢。很多人觉得可理解性输入等于说话慢，这是最常见的误区。你在 YouTube 上会看到很多视频，老师说话非常慢，然后告诉你这是可理解性输入。但是可理解性输入等于说话慢吗？答案是没有直接关系。当然，老师说话的速度，老师的语速不能太快，但不是为了可理解性输入，而是
为了让老师的发音更清楚，声调也更标准，减少一些不标准的口音，更容易让学生学会标准的普通话。在中文里，音调太重要了。如果我们说中文说得太快，对学习中文的人来说其实不太好。但是慢不等于可理解。举个例子，我的母语是中文，我从来没有学过阿拉伯语。那如果一个阿拉伯语老师用阿拉伯语跟我说话，即使他说的非常非常慢，我还是听不懂，因为我从来没有学习过。即使我学习过一点阿拉伯语，我也还是听不懂老师说的话，因为我的阿拉伯语水平和阿拉伯人的阿拉伯语水平差的太多了。这对于我来说是不可理解性输入。完全没有用，差的太多了。你可能会说，很多人可以直接通过看电影和别人聊天来学习语言，比如很多意大利人学习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等等，直接看视频、看电影也能看得懂。那是因为这几种语言它们都是拉丁语系，所以他们的词汇、发音、结构都很相似。但对于大多数学习中文的人来说，中文是一门完全不同的语言。所以如果老师在选词、选语法的时候不考虑你的水平，那他说的再慢也没有用。如果老师选择的内容很适合你的水平，有时候说话说得快一点，影响也不大，而且还可以锻炼你的听力，非常好。所以可理解性输入和语速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误区，可理解性输入等于手势多。手势多，你会看到很多老师在说可理解性输入的时候，手势非常非常多，因为他们想让你理解的更多。手势本身是好的，在我们刚刚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老师一边说话一边做手势，学生们更容易理解，所以学生们会更自信，会更有兴趣学习中文，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也会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然后自己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手势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学生能看懂手势，但是完全听不懂说话。尤其是对于一些事情简单但说话很复杂的东西。举个例子，在中文你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语法，就是把字句和背字句。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语法很难，是的，它真的很难，因为在英文里没有这样的语法，所以我们需要多练习、多听、多说，我们的脑子才能慢慢习惯这样的语法，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我一边做给我一本书的手势，一边说你能不能把那个在你旁边的手放到我的手上，学生可能看懂了意思很简单，给我一本书啊，给我一本书，这里给我一本书，但完全没听懂句子。懂意思不等于懂语言，这是不可理解性输入。第二个问题，对于很多中级水平的学生来说，不能使用太多的手势。手势太多，学生会太依靠手势，忽略语言。而且如果老师一直在做很大的手势，学生也很难专心。老师的手势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可能都很开心，但是对于语言水平的提高来说没有用。
可理解性输入和手势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再来看第3个误区，可理解性输入等于话题简单。如果你已经看过很多中文视频，也使用过中文课本的话，你一定对这些话题非常熟悉，比如爱好、家庭、工作、运动等等。这些都是比较简单的话题，也有一些比较难的话题，比较不常见的话题，比如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爱情观、人工智能，或者我们对一些其他的事情的看法，等等。这些话题听起来就不简单，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觉得可理解性输入一般都只能是简单的话题。但是答案是可理解性输入和话题没有直接关系。你可以用很简单的句子去讨论很深的想法，也可以用很复杂的逻辑去聊很简单的话题。真正重要的是语言的结构是不是你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一直用可理解性输入去讨论一些非常简单、非常单调的话题，也会很无聊吧？至少我这么觉得。然后我们再来看第4个误区，可理解性输入和视频的内容、视频的形式。我们在 YouTube 上经常看到这样的视频，比如100个常用动词，在超市购物你一定要知道的词汇，或者一口气记住100个词。这些视频有没有用？有，但他们的问题是，第一个，你会看到非常多的内容，有很多词，我们需要记住很多词，但内容的结构是非常简单、非常单调。比如我喜欢苹果，我喜欢香蕉，我喜欢榴莲，我喜欢樱桃，我喜欢菠萝，很多很多词，但是句子的结构只有一个，非常单一。第二个问题，词真的太多了，我们的大脑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记得那么多的词。当然，肯定有人可以，但不是大多数人，只有很少数的人才可以。也就是说，词很多，很难记。而且虽然你记住了一些词，但是对整体的语言能力提高帮助不大。这些视频当然也是很好的视频，我们需要看，但不能只看这些视频。我自己在学习语言的时候，我也会看这样的视频，对我来说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知道虽然会有很多的新词汇，但是除了新词汇没有别的东西。所以我不仅看这样的视频，我也会看其他真正的可理解性输入的视频，慢慢提高自己的水平。那说了这么多，我们回到最重要的话题，怎么选择真正适合你的可理解性输入？第一种，如果你是通过视频学习中文，你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老师的语速怎么样？自己能不能接受？太慢了，太不自然；太快了，不适合学习。要选择适合你自己的语速，并努力慢慢的提高自己可以接受的语速。如果越来越快是最好的。第二个，句子的结构你能不能听得懂？能听懂多少？如果很多都听不懂，那这不是你的可理解性输入。如果能听懂70%-80%，那你可以试一试，听得懂70%-80%，听不懂20-30%。这时候你可以认真的学习这一个视频，慢慢的新东西就会进入你的脑子了。注意，我说的听得懂是听得懂句子的结构，不是听得懂单词，因为单词很简单，虽然单词很多，但很简单，句子的结构是最难的。这样的视频看完之后，你不会累，甚至你听第2次的时候可以加速。这样的视频非常适合你。
第二种，如果你在找老师上课，或者你已经在和中文老师上中文课的话，如果你已经是中级水平，你的老师的语言必须是中文，可能会使用一点点英文，但只是在遇到非常非常难的语法的时候，或者需要知道一个非常特别的词汇的意思的时候，其他的时候都不能用英文。那你们有一个问题，那老师怎么知道我的水平呢？在上课前，老师一般都会和你聊聊天，简单的聊聊生活，最近怎么样，有没有发生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等等。通过这些交流，老师会知道你的水平，这是老师的一种能力。然后老师会考虑你的水平，在上课的时候特别选择一些你能听懂的中文，用这些中文来教你新的东西，这样你就可以用中文学习新的中文，慢慢的提高。如果一个老师上课英文用的特别多，因为我知道，我也看过有很多中文老师给中级水平的学生上课的时候还在使用很多英文，这是不对的。现在正在看视频的你们，如果你能听得懂我的视频，那你一定是中文的中级水平。如果你的老师和你上课的时候还在使用很多英文，那你要好好考虑一下。如果一个老师上课英文用的特别多，或者他的中文虽然说的非常慢，但是你能听得懂的很少，或者他总是用太多的手势想让你听得懂，再或者他总是用非常简单非常安全的话题，那至少对我来说他肯定不是一个好老师。最后我想说，如果你现在学中文学得很累，也许不是你不努力，而是你的输入不是你的可理解性输入。你可以试着从能听懂80%的世界重新开始，慢一点，但走得更远。如果你已经看视频看到这里的话，给你一个赞，也请你在评论区里回复这个表情包，告诉我你完成了。希望通过今天的视频，你了解了很多关于可理解性输入的知识，你也学到了一些有用的词汇和表达。最后呢，我想说一句，这些只是我在自己学习语言以及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的一些感受。我不想冒犯任何老师，我也不想冒犯任何人，只是想和你们分享我的感受。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的话，你们可以给我一个赞，一个 super thanks， 或者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会员，这对于我来说都非常重要。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拜拜。